你先回避一下，我跟何欣单独聊会儿。 该说的我昨天都已经说过了，还是要离，对吗？律师我都找好了。如果我告诉你，耿月是被人算计了，你会改变主意吗？我调查过了，这一切都是那个小模特设的局，找人偷拍，把视频传到网上，都是他干的。哼，这就是你帮耿月想出的办法，把所有的脏水都泼在那个女人的身上。 这个是原始视频，这个是田路和偷拍的人的微信聊天记录。它还有个很好听的名字，叫做“紫色毒药”。可以谈了吗？就算耿月是被算计了，又能怎么样？苍蝇不叮无缝的，但她活该。没有人拿着枪逼着她去开房。被这样的女人算计，只能说明耿月不仅滥情，而且智商很低，很蠢。我来是想把事实跟你说清楚，而且我也希望你不要因为耿月的一次错误，否定了她的全部。一次？你敢保证这是她第一次出轨？ 还是敢保证这会是最后一次？你什么都保证不了，魏哲。我比你更了解耿月。姑娘，你到底去哪里啊？去于静坊。哦，先说清楚啊，于静坊可是开不进车的，我只能送你到巷子口。 你想清楚了吗？这婚我离定了。好，耿月出来啊！坐。今天必须把所有的事情说清楚，我不想一直搅和在你们俩这破事里。这件事到现在为止已经2天了，我加起来睡了不到3个小时，而且因为这件破事，我现在家都回不了。田路住在我家里，啊，放心吧，我会付钱的。你别说话，你就知道钱。没错，我是你的危机公关顾问，这都是在我责任范围内应该做的。但是这件事儿，今天必须有个了结。这是我跟耿月之间的事儿。 你想怎么了结？说得好，这是你们俩之间的事情，但是我要做的是把我该说的跟你们都说清楚。至于结果怎么样，你们是离是合，悉听尊便。耿月，你不想离是吗？当然啊，那你能保证这是最后一次吗？我保证这是最后一次。 你说的对，我就是智商低，我就是蠢，我都没有想到我被那小丫头片子给玩了。这件事儿我绝对不会这么简单就算了的。这件事儿必须就这么算了，除非你还想跟那个小模特纠缠不清。何军，一定要离是吗？我再跟你说一遍，律师我都找好了。好，
既然要离，咱们来算笔账。现在你们俩名下光共同持有的房产就有5套，还有3家公司，其中1家公司正准备融资上市。一旦离了婚，股权如何划分？如何向投资商交代？还有，别忘了，你们和华兴风投有对赌协议，3年里兑不了现，你们的损失将以亿为单位来计算。你们名下的代言有一半是以夫妻名义来接的，一旦关系破裂，代言肯定是没了，甚至还要赔款。如果撕破脸在网上互相攻击，你们2位的人设会全部崩塌，个人的商业价值会大大缩水，甚至归零。简单来说，就一句话：算笔经济账，这个婚你们离不起。不算不知道，这一算吓一跳啊！君君，这婚咱真离不起呀。我们家的账，你算的比我还清楚呢。这你得感谢路易斯，虽然他骂你是渣男，但是工作效率还是挺高的。这些都是他给我准备的材料。何军，你在乎的究竟是你们夫妻的关系，还是你个人的面子？你要知道，这个世界上有多少的有情人是天各一方，又有多少人是同床异梦？我想这个你比我清楚啊。你是演员，电影不都这么演的吗？我不管你们的婚姻是因为什么开始的，但是事实就是，你们俩现在是因为利益绑在了一起。这个婚想离没问题，但是你要做好准备，你将会承受巨大的经济损失。我说完了，给你们15分钟时间，我要答案。邦尼，你什么时候回国的？我都快想死你了。魏哲，你说的对，这婚我的确离不起。那就决定了，婚，你们不离了，不离了，不离了。刚才我给你们微信上分别发了一会儿你们微博要发的声明。12点钟耿月先发，半个小时以后何军跟着回应，时间一定要算好，时间跟得太紧，别人会觉得你们是商量好的；时间如果拖得太久，别人又会觉得你们不情不愿。既然你们2位已经决定了要向利益低头，那就在别人面前努力演好一对恩爱的夫妻。都是我不好，都是我不好。但是我咽不下这口气。你说你怎么才能咽下这口气？要打要骂都听你的。跪下！过了，跪。狠狠地抽自己3个大嘴巴。打人不打脸，抽。
你开心嘛。我怎么跑你这儿来的？你不记得了？你可真是我亲闺蜜，醉成那样还能找到我们家，厉害死了。我手机呢？赶紧给我妈打个电话。哎，放心吧，我给阿姨打过电话了，她昨天打你手机一直都不接，吓得她都快报警了。邦尼，知道吗？这2天见到你才是我最高兴的事情。好啦，放心吧啊，你爸肯定会没事的。哎，干嘛？一晚上都没卸妆，我给你拿个东西。妈，嫌弃我啊？我就不洗脸，就不卸妆，怎么了？这个是露娜洗脸仪，你赶紧拿这个好好洗把脸，清理一下你的皮肤吧。但是我还洗什么脸呀？我命都活不起了。哎呀，我整个人乱七八糟的。你给我起来！你干嘛？你现在就应该积极一点，振作一点。咱们可是要当总裁的人了。哎，别跟我提这个，一提这我想哭。为什么呀？你说为什么呀？我可是一天正经班都没上过。虽然我学的是这个专业，但问题是，我现在连纸上谈兵的资格都没有。而且，你是不知道，我们公司那几个合伙人，那资格一个比一个深，那气场一个比一个强，我可 hold 不住他们。怕什么？你们公司叫达林传播，那就是你的公司啊！你可是总裁，听不懂怎么了？再跟我说一遍，不会业务又怎么了？啊，会业务，老娘还用得着你们呀？哎呀，你说的那是旧企业制度，现在可是合伙人制。我爸说了，公司的老板也就是最大的合伙人。那最大的合伙人是什么？所有最好的客户，所有的利润都得是老板带来的，不然我怎么服众？我怎么把公司做大呀？可当老板最重要的是会用人呀，你摆平他们不就好了吗？我啊，摆平他们，就我这样的，臣妾做不到啊！你就这么想，再怎么难，咱们也是去做老板的，总比我们这些打工的容易吧？得了吧，你站着说话不腰疼。哎呀，我的人生完蛋了！哎呀，你怎么又躺下了？给我起来！不起来，不起来！起来，刷洗脸，吃饭，走！起来，走。你最好有十足的理由，否则就算你是我的 VIP 客户，我也不是让你这么呼来喝去的。你知不知道，现在离我上班时间还有整整3个小时呢？耿月和何军的事情解决了，他们不离婚了。我知道，微博上看见了。应不应该给犯错的男人留一条回家的路？点赞的还不少。我打算明天搬家，搬到瑞安里，就是我爸我妈刚结婚的地方。虽然破了一点，但是我觉得可以激励我，让我从头开始。最主要是比较方便。我支持你啊！瑞安里离我这里也挺近的，回头我找人帮你搬家啊。你找人搬家？找什么人啊？这你就不用管了，反正这件事情包在我身上。行啊，马帮你，现在厉害呀！跟你说了多少次要叫我帮你，怎么又给忘记了？脑子不好呗。喂，你好啊，好，我知道了，谢谢啊，谢谢。谁呀？我们公司行政让我明天开会。不是什么意思啊？你一个总裁，他们让行政通知你来开会，就应该跟他说你不去，给他们一个下马威。我干嘛不去啊？搞得好像我怕他们。哎呀，只不过明天搬家的事情我泡汤。那要不，我今天把下午的课调一下，陪你把家搬了。哎呀，你可是我亲姐妹呀！其实我是希望他们离婚的。这种婚姻还有什么意义可言？连生意伙伴都不如。生意伙伴最起码还有信任。我一看到那份声明，我就觉得恶心。那份声明不是你写的吗？是啊。所以我恶心的不只是他们，也包括我自己。但这是我的工作，即便我再不情愿，
我也得把耿月被陷害的证据交给何军。那是什么让你下定决心这么做的？一个陌生人的一句话，他说：“这个世界上即使有24个你，真正出现问题的时候，你也得出来独自面对。”你不应该是会因为陌生人一句话受影响的人呢。人有时候就是这样，即便你心里早已经有了决定，但还是需要在临门的时候被别人踹一脚。往好处想，宁拆十座庙，不破一桩婚。你这是做了件积德的事儿。可耿月就是个烂人呐，那个何军也不是什么好东西，之前态度那么强硬，无非就是想从耿月那里拿走更多的利益而已。你知道吗？他们名下那5套房产，现在已经归到何军一人名下了，这只是条件的一部分。可以理解，婚姻不能保障爱情的时候，那只能靠物质。所以，婚姻就是这个世界上最没有意义的东西。你这么不相信婚姻啊？你相信一家临时开张，会随时倒闭的小卖部吗？你说你喜欢你的工作，却因为帮助了你的客户感到痛苦，甚至恶心。你又说你不相信婚姻，那你为什么因为耿月和何军不离婚，耿耿于怀呢？其实你很矛盾，你的工作永远充满了现实与理想的落差。至于婚姻，你不能总看坏样板，特别是像你这种在单亲家庭长大的人，你不能隔岸观火，至少主观意愿上得是积极的。婚姻是男人和女人之间的事儿，你就占50%，你这种悲观的态度，是对女人没有信心啊，还是对你自己没有信心啊？都给我小心点啊！碰坏我闺蜜的东西，全都给我赔钱，赔美金。哎呀，你快下来吧！我给人钱你还这么凶啊？没事，我学生。哎，我说你搬个家，你还弄这么个破琴来有什么用呀？啊？什么破琴？这可是我的宝贝。我上1年级的时候，我爸看周围的那些小朋友一会弹琴，一会跳舞，就非得买个电子琴让我学。我抗争了1个月，哎呀，后来还是变成了一名光荣的琴童，挨了多少打呀？知足吧你！我小学1年级的时候，我爸妈对我唯一的期望就是认几个字，分得清男女厕所，然后赶紧上厂里上班赚钱。哎，你说你会8国语言这事儿，你怎么不告诉你爸妈呀？他们对此毫无兴趣。But I don't give a shit。哥们把后门来当给了，我就下一拉一嘎门啦。别嘚瑟了，跟我还嘚瑟什么呀？干活吧。唉，你说这会8国语言有什么用呀？啊，我混到今天，连个真正属于自己的地方都没有。房东每天跟个催命鬼似的，动不动就想涨房租，想想就没劲。早了早。对了，我已经看到了。不能再这样了，现在公司人心惶惶，你得拿个主意。会议室开会吧。我问过财务总监了，从目前的签约情况来看，离明年的销售目标还有5000万的缺口。那5000万主要是江总的客户，现在江总出事了，他们肯定都会观望，暂时不会续约。我们得解决公司目前的困境啊！
江总的客户我们3个人分一分吧，做工作，能保多少是多少。Stella， 你的担心是对的。我问过 HR 了，公司现在内部人心浮动，好多人都想着找下家，居然有猎头给我打电话问我要不要跳槽，好笑吧？我可是 DL 的合伙人呢。不好意思啊，我也接到猎头电话了。你们2个人比我值钱吗？我一个电话都没有接到。从现在的情况来看，我们得赶紧召开新闻发布会，对外宣布江达林接任 DL 总裁。我们真的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，把 DL 这么大一个公司交给一个没有经验的菜鸟吗？现在说这个已经没有意义了，董事会都已经通过了，他已经是总裁。我就是不服气。服不服气是一回事，有其名还得有其实。那句话怎么说来着？听其言，观其行。如果江达林真的有这个本事，我们3个人必须好好辅佐他。如果他没有这个能力，让公司受到了损失，到时候我当仁不让。我就不相信董事会的蓝总、邱总，他们只讲义气，利益永远是第一位的。真是一出大戏呀！我说大姐，大什么戏呀？帮我干活吧。我在看耿月跟何军的八卦呢，这昨晚上微博首页讨论的沸沸扬扬的。什么八卦呀？你说你身为一个传播公司老板，你怎么连这种事情都不关注的？事情啊是这个样子的，耿月跟一个模特出轨了，结果呢不知道怎么回事，被人偷拍的照片直接传到网上去了。你说这天大的事情啊，他居然都不出来回应一下的。但是过了第3天，他突然就发微博道歉。更奇怪的是，他老婆何军居然就这么原谅他了。你说这事儿神奇吧？你说他老婆原谅了？是啊，所以说这件事情他肯定有内幕，搞不好就是他们俩自己炒作的。那说不定是人家的公关团队厉害呢。哎，这个时候就能看到我们这些干公关的重要性了吧？就你还干公关，菜鸟一个。菜鸟你也得给我干活搬家，你知道吗？你赶紧起来吧，大爷。哎呀，我饿了，我们先吃饭吧，好不好？喂，为什么不接我电话？紧张。这不就是你想要的结果吗？我不知道我希望的是什么结果，可能你知道。你不用紧张。我听说江达林要接任 DL 的总裁，有这事儿吗？是的，董事会已经通过了。这只是一个小意外。你估计他能坚持几天？我不知道。我最近心里很烦，别再给我打电话了。
谢谢你啊，还特意来接我。我还担心你会迟到呢，没想到你1分不差。第一天当老板，当然得表现好一点了。那今天的发布会你要表现得更好一点才行。什么发布会？我也是半个小时之前才接到场地确认的，确实有点仓促，但是也没办法。你要知道，江总这一出事，整个公司都人心惶惶，客户、媒体、投资方个个都在问，大家已经没法正常的工作了。其实今天开发布会都已经有点晚了，最好的时机就是在江总出事当天就出声明的，但可惜太突然了，所有人都措手不及。但是还好，现在总算确认由你来出任新总裁，所以想来想去，干脆做一个发布会，省得过2天颁奖礼上再重新做一次解释。还有颁奖礼啊？对呀，公共关系与传播协会的年度颁奖礼，每年我们 DL 都会给赞助的，今年还拿到了3个提名，本来至少可以拿一个最佳营销机构的，但可惜今年奖是拿不到了，所以只能由你来担任颁奖嘉宾了。我还要上台颁奖啊？对啊。可是我什么准备都没有啊。你不用准备什么，就是一个普通的颁奖礼而已。我听说你是学公共关系的，那你应该知道，做我们这一行的，每天都行程满满，同时呢，也要按照各种突发事件进行随时调整。你慢慢就适应了。项链不错啊。哦，这是我爸给我做的。到了，走吧。怎么回事啊？自己看。谁干的？我去查了监控录像，那个人戴着帽子，穿了一身黑，还戴了个口罩，根本看不清楚是谁。怎么这么臭啊？谁知道这油漆里边掺了什么东西？明明，赶紧给保洁公司打电话，让他们中午之前把这些收拾干净。怀孕了？啊？没有，我就是那个早晨没吃早饭，然后晕车，再加上那个油漆的味儿，所以有点难受。压力很大吧？啊，有点儿。有一点压力是正常的。做我们这一行的，人脉无数，敌人也无数，想要攻击你，哪里都是攻击点。今天这个算轻的。你一个女人省略号，凭什么呀？你一个女人省略号，为什么？这个公司是以你的名字来命名的。你即将就任达林传播的总裁，你有一个每年营收过亿的公司要管，有很多人的生计需要你来负责。比如我，在 DL 就有200万股的期权，等着未来兑现。而你，连1天正式的班都没有上过，就要当总裁，你是得有点压力。我可不希望我的未来因为你而打水漂。你放心，你的那200万股期权会变成很多很多钱的，我会努力的。这样最好。
江总。啊，什么事啊？江总，我和 Amy 去物业查过监控录像了，那个人戴着棒球帽，根本就看不清脸。你说，要不要报警？你说呢？你定。现在泼油漆到底是什么人、什么动机，咱都没有搞清楚。因为彭坤案的事情，咱们公司在外界的影响，所以要是警察来了，会不会就更说不清楚了？别报警了吧？哎，江总，又怎么了？艾米，先带江总去会议室吧。江总，这边请。请坐。我们是要开会吗？是。哦，那我先去趟办公室，把包放下。这几天您就在这儿办公？在这儿办公？为什么呀？根据你现在的情况，年轻，又刚从国外留学回来，我们决定将你父亲的办公室重新装修一下。你看。所以这几天只能委屈你先在这儿办公了。下午要开新闻发布会 ，Stella 说我们还要再讨论一下，以防出什么纰漏。等多久啊？快了。要不你先给我介绍一下情况，或者是把发言稿给我看看。发言稿 Stella 在审，修改好了就给你。不好意思啊，我来晚了。来，坐。Stella， 咖啡凉了，要不给你换杯新的？我不喝了。怎么样？你们讨论的如何呀？等你呢。等我干嘛？这都几点了？赶快各自做准备吧。吃完午饭之后，直接出发去现场。就这样。艾米，下次开会的时候，椅子不要放在这儿，放那儿。Stella， 下午的发布会还有什么要交代的吗？没有了。哎，那个我的发言稿还没给我呢。发言稿在这儿呢。Stella 说：“照着念就好。”
有什么事儿吗？我觉得这篇声明有点不对。哪儿不对？我们开发布会的目的，不就是要向大家解释最近关注的这些热点吗？可是你看这里，什么网络上对达龄传播有很多负面的报道，甚至是极不负责任的谣言，就通篇都没有一句认真的解释，全是虚的呀。虚的。那你想怎么具体呢？总是应该回应一下吧。比如说关于我爸爸的事情，比如说今天早晨我们公司被泼油漆的这些事情，这才是他们想听的，不是吗？你想怎么回应？这些事情都是无法解释的。你是已经知道了你爸爸消息了吗？还是已经查出泼油漆的元凶是谁？如果记者问你爸爸的案情，你怎么办？如果他们问起鹏坤基金跟我们 DL 有什么关系，你怎么回答？就算是我不讲，难道他们就不问啊？他们当然可以问，你可以不回答。避重就轻，明白吗？你就按照我给你写的这个稿子念就行了，其他的一律充耳不闻。你记住，开发布会的重点不是满足公众需要听什么，而是我们需要公众听到什么。老姜总最舍不得，这要是他知道我们讲这么大排场花这么多钱，他得心疼死。这是 Stella 的意思，越是在困难的时候就越要讲面子。又不是他登记。哎，敏姐，喝个茶派。谢谢。你看什么呢？时间和地点都是临时决定的，就连发言稿也是半小时前才给到他的。明摆着不把新总裁当回事儿，真替他担心。这可是他第一次亮相，要是搞砸了，他在DL就无法立足，这就叫下马威。下马威。Amy，舒总，我在这儿。